对不起，还是想到这个传说挪威森林里面，它里面有一个学长叫永泽，你们是一个蛮鸡掰的人。有一次男主角问他说：“哇，那么优秀，那么认真，做那么多事，他追求什么？要成为一个怎样？”他说没有，他说他只是想在这个残酷的世界啊，试试自己的能耐可以走到哪。Exactly， 就我是把它当，他有说他就把它当一场游戏。For me is a game。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你最近有没有觉得我脸比较没那么丑？有哦，你发生什么事？因为我最近每天都喝这个 Future Salad 全青高纤新沙拉饮，加冷水冲泡，喝起来是芭乐的果香味。因为成分中有芦荟和瓜尔胶，喝进去到肠道后会膨胀凝固，就可以把肠道里卡在细缝的老粪便推出来。一定要在1分钟之内喝完，否则就会变果冻。难怪你最近这么面善，都没有塞饼。原来是喝了沙拉饮。那喝完肚子会痛吗？其实还好，不太会。但是你喝完之后，你要多喝水。那大概就8到12个小时之后，你就会想要上厕所。但成果相当丰硕，身体感觉很轻。轻盈了起来，很轻盈了起来，就是你的肠道就会被清得很干净。这个听起来不错。那我鼓励你每天喝，这样我就不用面对塞饼。它1盒7包，然后你连续1个礼拜喝，你的肠胃其实真的会被清得很干净。1周7包，保你一世平安。平常很常外食可以吃的菜不多 ，Future Salad 全青高纤新沙拉饮会是你的好选择。12种纯天然蔬果成分制成，高达25种营养素，32.7大卡，低热量无负担，纯素纯天然，不含中西药泻药，促进肠道蠕动，使粪便轻易排出。资讯栏有只能喝酒的图书馆推荐代码 Drink1 和专属连结，现在就可以和婷婷一样天天顺畅哦。本集节目由 Future Salad 全青高纤新沙拉饮赞助播出。我每次只要见到你，都一定要提一次，就是你在当时的女朋友，然后你知道青春洋溢，然后骑脚踏车，后面回不去，真的很青春耶！那瘦瘦白白的吧？是啊，这样我们都在那一区生活嘛。对啊，然后他还穿着白裙，然后骑着脚踏车那边飘啊飘的，就没了。但是我最后一次真的还有动心的时候，之后都在创造模拟电影的场景，比如跟一个女的聊到天亮 ，Before Sunrise。我跟你讲，但是他每一年都会 po 的，每一年6月16永远都记得，remind 大家。那个是很好的。如果有办法的话，你为什么每一年都会 po 那部电影啊？其实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真的蛮喜欢可以一直对，就像你们可以一直不对话或对话的情境下去，这是真正的人跟人的互动，真正的事嘛。第一个。第二个是它里面的话题又是相对我有一些共鸣的地方。第三个是我想表大家不是中孩子，我下面都留言我最爱的片呢，最爱的对这2个外遇的人，妈的有什么好？我每一年都 po 一次 ，remind 大家。要来批评我之前就看，真的啦，真的。我觉得每次有人跟我留言，我就问啊，你喜欢他？我说2个外遇没关系哦，2个都外遇哦，怎样对耶，什么他妈的！我跟你讲，人真的是所有的电影跟书跟音乐没有那些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因为你知道古人有一句话叫只羡鸳鸯不羡仙。你知道鸳鸯的生态是1年换1次伴侣吗？我知道这，我记得小时候我忘了，妈也忘了，对吗？是不是？亚洲人，我觉得我们没有在讨论人性的欲望。真的，我们是长的嘛，不好意思，都有嘛，但不好意思讲。所以同性婚也很棒，大麻其实也同意，大家才比较愿意那个。天哪啊！我这礼拜天就要参加我第一个同性婚姻朋友的婚礼，我说你一定要邀我，因为我想看，因为我觉得真蛮难，因为我是法律系，这个题目是我们法律系永远的考题，对啊，永远的，那忽然我毕业没几年，现在就通了啊，真的很屌，这件事我觉得蛮屌的。我们是开始了对吧？开始了，无所谓，都可以。不要。你现在是怎样？你现在是开始要切换？我留的，你们切换一个模式。我没有开始，我们没有开始哦。喝酒了，压压惊。
不知道我总觉得看到他我就可以开始看后来了，就觉得很好玩。我们上次聊天已经几年前了，真的很多年，其实对啊，三年了，疫情前呢，疫情前。然后我其实很想要理解的东西是说，你知道我们也是看你长大。Which is true， 对，10年了，对啊，我们认识10年了，然后我小孩还在肚子里的时候，对啊，几年了，真的10几年了，每一年碰面都一定要先提一次，对，那我就很想要理解的是，就是你在这几年你也投资了很多，然后等等之类的，你怎么去观察接下来的世界？就是我很想理解这件事，然後你这最近在看到的趋势是什么？对你这几年，其实你说的很好。我其实刚刚跟我家人吃饭嘛，我就在跟我妈说，我说哇，明年应该很多事情，我觉得会不一样。对啊，对，这是一个感觉问题，因为你活在这世界里面感觉。对，那我原本一直觉得疫情当然是一个很奇怪的人类历史的，好像我们在打弹珠嘛，我要它往那边跑，忽然一个风吹过来，它偏了一个方向，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样，所以它后面的推测会跟以前不一样。那网络科技真的影响人类社会很多，就价值观这些，尤其价值观，我认为是价值观极致的达到一个集体人类的意识状态，刚好可能会在后年的，就明后年的时候开始有蛮大的不一样。我就坦白讲，就是说这几年当然因为疫情，大家都会用疫情明显的外露行为去看说什么啊，会越来越多区域经济啊，就是大家可能会出去啊，然后我们消费形态不一样，因为 Uber Eats 确实是受疫情的帮助很大。可是我其实觉得价值观，尤其在新世代，就比我们还要，我们其实也就活在新世代，只是说在新世代出生成长的这些人，包括你女儿，对，很多的价值观是。真的是刚刚说就集体人类意识的结果，然后这个结果其实现在没有答案。就以前会说，我们大概会想要一起往某一个精英方向，想要某一个什么靠霸主的方向，想要怎么样？没有，我觉得现在是没有，完全分众掉，就跟音乐人一样，就早期我们有很多巨星嘛，就现在完全分众。你刚刚跟我在说那个 YouTuber，其实我在今天之前我不知道他是谁。但 apparently 他看来应该是很有名，所以我觉得是完全的。所以价值观表示有千万种。事实上我觉得接下来2-3年应该都是在这个 chaos 状态，然后在2-3年后才会又有一个轨道跟规律出现，所以混乱的状态，对，一定是。那混乱中一定是有一个结构，我们就是说那个 chaos theory 其实是有一个稳定的东西其实是存在，所以现在对我来讲，接下来2-3年就是混乱。什么样的事情都有，什么样的价值观都有。那我们要干嘛？没有，很简单，就是体验这件事情就好了，就是完全的体验。因为说实在，现在没有标准答案了。就像那天我看到有一个人终于讲出我内心这几年一直都是在思考话，因为我们的那种看那种商周啊或是什么这种商业的，就是说真正成功的人每天都很早起来，都会运动，都自律这样。但我有时候脑中闪过我几个蛮成功的朋友或者什么，蛮知道他们他都很晚才起来。有一个人终于有一次讲说，这2种都根本没有定律，他们有其他共同点，不是我们用现在价值观去定这件事情。就我们刚刚有聊到一点嘛，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大部分人接受的教育都是为了因应工业化革命后，对，可是接下来是吗？然后我们还没有答案呢。你刚刚还在跟我聊女儿要哪一种学校的体制，没有答案。我刚刚有答案吗？没有答案。所以接下来一定这样，去或不去都无所谓。对，那你说那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就 just feel it， 对啊，就跟大家看诺兰那部电影不一定都看得懂，所以就是 just feel it， 那个叫什么？那个天能，天能。我最近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忽然有一天有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小孩啊，你只要给他足够的资源，不见得是教育资源，是足够的，他需要什么你给他，其实他不一定要上学。真的，对啊，这社会已经不一样了。他如果想要干嘛的时候，就会干嘛，他会去找需要的东西。就像我有一阵子，我让我女儿非常无聊的在楼上陪着我们一起上班，无聊到一个极致，然后她就每天在那边晃来晃去，然后我就开始担心说，你是不是都没在
念书没在干嘛？有一天他忽然说他想要干嘛，那我可不可以帮他买什么东西？然后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他说他这个网络上看来的。然后我就去帮他买，买完之后，哇，弄出来的东西吓死我了！他忽然就画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说你怎么会这些东西？他说全部都是自己弄来。那他有兴趣，他就会去找来。然后我忽然发现说，哦，是不是人需要无聊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有那个 motivation 去找寻你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其实那个学习才是真正的东西。我们两边时代算同一个大时代，很大一部分是社会的价值观驱动我们的 motivation， 是。然后后来年轻一代不是说他们在意什么永续发展、自然这些，对，是社会的某种共同理念的价值观，新一代的没有，什么钱啊，什么社会代的完全没有，他自己的 motivation 才最大，所以这个社会到底长什么样子，要模拟应该是这个样子去猜，因为我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对啊，接下来应该很大的比例是这样的人构成这个社会，是啊，我觉得这个已经整个不是真的换了一个新的时代，完全。所以你跟我说明年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你看，如果硬要按照我们过去的逻辑来理解，就是经历过一年疫情前一年，疫情的那2年，疫情后的半年、1年，对，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回归某种新的疫情后时代，所以疫情后应该是这时候才讨论，我也不知道。疫后时代，疫后才应该是现在才讨论。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你不觉得很妙？疫情的时候，那时候觉得这个世界要崩塌了，然后忽然间瞬间就没有了，对吧？然后我都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是不是一个骗局？对，我常常都有那种感觉说，怎么就忽然就变成？所以我才说没有任何人，也有可能有人我不知道，但没有任何人算得到。忽然疫情就这样那2年，对啊，所以很多的命运在那时候我觉得转换，对啊，像我那时候新的那间公司，其实疫情时候开的，那就是最好的 timing， 对我来讲，可对很多人可能不是，但也有一些公司确实在那时候做了某种程度的转换，然后有些人生活，有些人的好像婚姻生活在那时候也做了很大的改变，对，因为住在一起不一定都好，所以某种程度的转换，哇，真的是一种很像，都是某种程度的转换，真的，其实很像真的像在打电动，不然跟 reset 一次看大家要怎么重新发牌，这样看大家要怎么样，这样，所以很有趣，绝对很有趣，这几年已经蛮有趣的，对吧？朋友圈甚至也打乱了，对啊。朋友圈有打乱吗？因为很多可能是临时飞来台湾几年就锁在这边，可现在解放又回去了啊，对啊，因为台湾那时候好，对啊，哦，明白，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朋友，所以没有，然后那时候可能就是大家约吃饭容易啊，对，现在又分散了，对吧？很多事情就不一样。想起来是感觉很久以前，其实也不久前，对啊，可能还2年前，哇，其实不久，2多前，对，我还想到20，我每天在那边弄那个冷冻包，对啊，贴标签，把它装在袋子里，然后再让你那台车又好认，对，真的，每天在做那件事情，我觉得哇，其实现在没有，已经不一样了。你觉得疫情对你来说，对你来讲有任何改变吗？坦白讲嘛，没有，就是我一直都是那种事实，就我刚刚讲，事实就是事实了，然后我回应这个事实就好了。所以那时候疫情来，我只觉得那我有些步骤，有些结构，有些生活 step， 可能人跟人的之间距离可能要调动，但我没有太大的这些变化。那当然，以我现在的忙的程度，我那时候是开心的啦。对，坦白讲，很开心啦。稍微不要对，因为有懂的 schedule 比总统还忙。我那时真的蛮开心的这样。那我其实那时候也因为就是按照自己的新的生活步调过。我其实对有些人来讲，我消失一阵。那时候我封城2个月的时候，我更专注在我要自己的 tempo。哇，真的很像消失。但你说我的想法、性格跟这些，或甚至对商业的想法有没有改变？其实没有，我有想过这件事情。你知道我们认识很久，超久，然后从你还很淳朴的时候，也很瘦的时候，对，然后你就一路这样，你知道哇，成长，然后变成大老板，那个小商人。OK， 就是你这几年，你觉得你有变吗？你自己一定绝对有。其实我觉得我蛮大的价值观应该在23，差不多我认识人就23到26的时候有定下来。我不知道上一次怎么分享，就是我们人永远都会焦虑嘛，因为有3个哲学问题我们不会有答案。对，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对吧？对。所以我那时候说我加上现在2个字，会让这些事情简单很多，或者 solid 很多。所以那时候价值观大概就已经成型了一些，那你就比较不怕
很多的价值观的转换。但你说有没有？有，因为你在过程中会有一些身份的增加或转换，对，或什么这些事情，其实有。所以我今天来，你也有问我类似，我说好像可以更不在意一些事情。那也不是真的叫不在意，而是你对自己的掌握度越来越高，也分等级嘛 ，A、B、C， 那现在可能有机会到 C 等级了，所以你就会发觉说，其实上一次好像我最后讲的是说找自己这件事情，其实可能抓那个形状越抓越稳。那有几个点，我觉得我这几年有越来越好，一个可能更稳。就是我不太会因为很多事情焦躁大惊小怪在外面或外显，或是其实甚至内在这件事情，就可能你第一次开车出去拿88车开，不然撞车一定焦虑。那现在可能我车出去之后撞了，大概是这种感觉。那知道该做什么，该干嘛。或者那天我发觉我爸好像开我一台车出去撞了，那我后来提到那就是我到现在还没看到那台车。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你会更稳，可这个其实相对，因为很多事情都一体两面，所以第二点我觉得我不知道用这个字眼精不精准但其实更狠，在很多事情更狠。对，很多人因为用狠我觉得比较好来理解，很多人就是说你怎么那么容易放得下，你好狠，对吧？所以大家都这样讲。懂。但其实你想更透彻了嘛，就不是你的也不是你的，你去多这个干嘛？你所以我才说我不知道狠这个字眼精不精确，但对人对事对很多的事情你会更，我不敢说看透了，因为看透看透就太高了。那看懂了，然后你也知道这个懂是属于你自己的懂，因为你是对应这个人，对应这个事，对应这个物嘛，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觉得你狠，但其实你自己其实是很知道的。这第二个，他第三个就偏玄，也偏出家。真的，我默默的，以前看这句话，当然觉得好屌的一句话，但不懂。但某种程度有点体验，就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其实我以前就觉得这句话很屌，但不懂。但有点像是说，在中间过程中，因为你有得到一些些微关注，或者些微的肯定，些微的赞赏，些微的灯光这样子。但刚好有些命运，我没有特别去拿这些事情，或我没有机会拿到这些事情或什么的。但你其实还是就经历，所以你会看懂很多事情。刚刚讲第二点，可是那个感觉很不一样，就有点像是说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吃干面嘛，所以年轻的时候就吃面的时候，就这一碗面好棒。可是你可能还在想米其林餐厅订不到的猫下去这些事情。但后来你发觉都可以，但知道面也就不只吃面。可是到现在，我真的就是去吃面的时候，我还觉得，这真的就是一碗面，但这就是一碗面的那一句话已经是不一样的那我其实对应很多事，我不敢全部都讲工作上或什么，但有点类似这样的事情。对，所以其实就蛮轻松也蛮自由的，对啊，因为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太多事情。其实我现在也是很年轻，我自己知道，就随着年纪到大，就你很多话也懒得讲，也不想讲。那不是说你不屑，是。就那个看山还是山的那一点呢，就是这样，没关系。所以我前阵有发一个文，就是之前那个迷因大家都很爱，就金缕维的这个照片，说你现在的状态是，你说2+2.5也 OK 哦。我真的这样想，你要没有问题，没有我懂，没有，因为就像大安小传的第一句话嘛，就是你当你要批评人家的时候，你要想你所拥有人家没有的优势嘛，因为毕竟每个人价值观需要跟你一样，有你懂的这些事情，所以 OK 都是非常 OK 这件事情，那你就做好你的事情就好了，对啊，因为你现在其实觉得做得好的事情，搞不好对社会以后非常危害。有可能。对，像我有时候想到哪一天我要生小孩，但现在离我很远，哇，如果生下来小孩又是希特勒。你看生小孩，大家觉得很棒啊！你是一个生小孩的，哇，可爱、聪明、优秀。然后我还肯定他，不要从艺术学院被踢出你就放弃，就后来变希特勒。Is that a good thing? I'm not sure. 对，就是每一个人，我觉得他有自己的 tempo， 但其实人都还是个体啊。我觉得我爸妈有影响我一句话，我觉得有点太早熟跟我讲。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妈讲说：“你其实你出来之后，我跟你妈就讨论过了。”就是你是一个个体我们是我们，对啊，那我又刚好独生子，所以我更容易感到那个自己
到这个世界上，然后过生活，然后自己再离开这件事情。对啊，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根深蒂固，就是所谓的家庭教育或者成长路径，然后在混合中间很多的事情加起来，就是新的一杯 cocktail。那基本上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对吧？所以这一点其实应该是多多少少混杂在一起都有影响，也可能让我为什么可以愿意接受，是刚刚说的，就是说更稳、更狠，还有什么看山不是山这件事情。可是你现在就这样了耶，但不代表我会没有动机、跟积极度、跟欲望的心情。我记得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啊，在你还没有30的时候，我们就每一次都跟你讲说，干，你现在就这样，以后怎么办？怎么办？那我不是回你，少年得志大不幸啊，少年得志过就好了。你知道也没有到大不幸啊。我怎么知道？我现在也还没有啊。我那个时候就说，我们那时候就你上一次就每一次都回我们这句话。真的，对啊，因为相对年轻开始做事，如果有一点点成绩，大家是愿意肯定。然后我们后面都回说你不会大不幸。我不知道，搞不好我现在很大不幸。因为我们刚刚就讲了嘛，因为你很聪明，然后你心理素质其实是很好的。你知道你这几年，其实我们也觉得说，在公司的经营上，并不是每一个东西每一个项目都顺遂的，也不是每一个细项都是你知道很顺的过，你一定有你的压力，然后你一定也有遇到很多很多的事。可是你知道，每次遇到你的时候，都是好好的。你的脸永远没有看起来很晒的时候。又好像不晒，我也没办法。你要拖他下水。你说你的双胞胎兄弟，没错，差一下人，Facebook tag 都 tag 错人。会我们这一集出去也 tag 错人。林佑航，等一下把林佑航那一集也放在底下。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我因为有时候还是有媒体采访，他们最要问一个。就是很可以给成功人士问的，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他们都会问你有没有挫折过，对，甚至问你有没有脆弱过，对啊，这问题是 very good question， 因为我觉得挫折脆弱这件事对我来讲是相对的，对啊，就像我跟 Hank 比起来，我比较胖，那我跟我哥佑航比起来，我就比较瘦，这个要动的，对吧？所以我其实。我有在思考这些，就是说后悔的事啊、挫折啊、脆弱这些事情。对，我觉得可能我在感受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没有特别放大那个感受，就我一直在想啊，我好挫折，我好衰，我好脆弱，我需要人家爱这样子的事。我觉得我应该都在想，这就是一个事实。那我有什么方式可以给他新的解法？就我们都知道嘛，这社会。本来都不是选择题，也不是是非题嘛，是大命题嘛。那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观点，那不应该有刚刚的那些问题，因为它就是一个命题啊。那其实都是机会，对我来讲，我来看都叫机会，因为你才有机会做出跟人家不一样的事情了。那不然年轮怎么来，对吧？所以一样的道理，所以对我来讲，这就是我跟其他人或其他人跟我都不一样的原因。所以我好像没有特别放大那个情绪，但你也没缩小去想，我也没缩小，我拥抱它。所以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你们应该都看过《黑暗骑士》，所以那个面具那个人，对，他不是在打那个蝙蝠侠那一段，他有说，你以为你是拥抱这个黑暗，你是抗拒这个，就抵抗这个黑暗，我是在黑暗中生长的。所以那个人在跟他讲，他从头到尾，这个黑暗就是他。我也同意这件事，就是很多人每个人当然都会，要么是忽略自己的，不敢直视自己的缺点或缺失，或者敢做这件事情。但这就是你啊，你就是拥抱这件事情。所以某种程度，比如说啊，可能有人批评，比如啊，我很花心或什么样的事情，是 fine， 这是我啊。那不然怎么样？你多晚骂你不去骂徐志摩骂我，你不去骂孙中山你骂我，你不去骂更多人，多少成功？因为他之所以在一些地方有成功因素，这是一体两面，个性不是拆离，所以优缺点对我来讲一直都不是优缺点，是一体的。也因为这样，所以当你觉得脆弱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应该是你觉得强壮的时候才对，因为那是你的机会。那从来都不是你的脆弱，那是你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就讲最直接外显行为的事情，很多残疾人士、不方便的人士，他是脆弱，对外面来讲，可多少是因为这样，他有了更大的机会。虽然开个玩笑，你看15阳光多屌啊，对吧？这就是他在感情上面有这个错误嘛，超屌，对啊，屌爆。那这个东西有可能其实他的自卑感嘛。
他因为这样所以才那么多情这件事，你也可以理解，因为他那个脆弱啊，所以这是一体的吧。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基本的生态系的理解嘛，就是任何一个动植物在社会上其实都没有真正的脆弱，它都有它可以防护它自己的机制。就我们刚刚讲，就我其实之前常比喻，就是说 X 战警很多人也都看过，所以有的是有眼睛可以喷火啊、喷雷射，有的是什么？那你想一下，我们的 X 教授，哇，他就一招就懂人，然后可以控制人的想法。那其实他其他东西都没有用。小时候会觉得独眼龙很屌，因为雷射，越大会觉得哇 ，X 教授才是厉害的。厉害的。以前也会觉得金刚狼哇都可以愈合什么，没有，真的是 X 教授很厉害。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把自己的天分用到极致去了。你如果真的细看 X 战警的话，他有说嘛 ，X 战就电影版的有说它是分级的，不代表说你脸上只会长刺的是低级。你也可以用到极优级，所以自己怎么把自己正视自己，然后认识自己，掌握自己，用到极致，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你觉得你这个阶段把自己用到极致了吗？我现在没有，就是所以我一直都还有动力，一直对我来讲最大动力一直是学习啦，就学习对我来讲很重要。就今天即便我做 Uber 做计程车，我其实都还是可以在他们身上学到非常多事情，所以我个人都会很抱歉我的朋友，因为有时候我常常会迟到，因为行程的问题，因为各种原因。可是别人迟到我都不会说什么，因为我坐在那个餐厅，我太多事情可以观察跟看。就我即便不是回讯息，没有讯号，我光观察这间餐厅为什么那个服务生这样送，为什么其他的餐点为什么它东西量摆，我还是学到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运用到这些事情，但它在 data 里面，哪一天我就可以拿出来运用。所以这件事情我从来不会觉得缺点是个问题。今天即便赶不上飞机，然后在鸟不生蛋的地方 I don't know why， 今天即便行李掉了，它一定都有。你处理过一次行李掉的行程，你下次也多学到一些事情啦。对啊，学习是我唯一最大的。而且掉行李我最开心。那现在是保险了，不是啊，因为可以买东西，超开心。骇客任务一直有很多哲学在里面，我一直很爱比喻吧，所以就是里面有句话我一直很喜欢 Oracle 讲的，他就说你所做的选择啊，其实是被选择后的选择。所以基本上你现在的问题啊，因为你已经做选择，你只要了解它就好。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为什么是重的？它没有好坏。所以当你做选择没有好坏就不会后悔。你想知道为什么就好。所以常记者问我会不会后悔，我觉得那些选择构成现在我可以坐在前面让你访问的原因，我也怎么有后悔的事情呢？对吧？对啊，所以不可能。真的，对我们其实公司可能讲，比如 A-Lab 只想要拿一栋楼，真的很奇怪，就莫名其妙我们出了一些不应该出的包之后没拿到，同事们很担心，也从来不会出包的同事也问我会不会生气，会不开心。我没有啊，因为我平常在公司蛮会骂人的嘛，但那时候我都没骂，所有人才觉得可怕。我说没有，这是事实了，我们确定不是我们的了。隔了4-5年。就现在前阵子，我是说幸好，是不是幸好我们当时没拿那一栋？因为我们当时脸盲了，一直急着想要开始，忘了评估，忽略了一些事实的条件。其实不应该是我们那时候拿，我现在没有机会坐在这，可能因为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对我来讲。所以以前觉得衰的事情不好，其实它都10年后、5年后，你怎么知道是不好呢？对啊，它可能都是好。那很简单，就是你继续过好你的生活，因为外面的很多人最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比较或者看别人，对你才会有脆弱跟后悔，是别人造成，不是你造成，一直以来都是，因为你看人家好强壮，所以我好脆弱。你如果没看他人即地狱，没有完全就是他人即地狱。你看到他人，你真地狱就来。基本上你不要看了，你看了干嘛？就是你那么无聊去谈那些八卦，你那么无聊去批评那些事情，你真的比较好，你只是真的才在保护你的脆弱而已。其实某种层面来讲。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的，对吧？对吧？你知道，就是因为完全正确，然后我们很开心。没有，我每次听他讲话都觉得很爽，爽。他都可以用很清晰的方式，但是用很急掰的态度把它讲出来，然后讲完你就觉得干，然后你完全没有办法反驳，然后听起来还是爽的。没有，是真的，因为这些东西我不敢讲这叫心理素质，但因为人其实就跟很多万物啦，就生物啊、物理啊、化学的道理，其实都在追求那个平衡而已啦。就平衡就代表要坏要好啊，所以不代表就是都好了嘛，出对啊。
真的是平衡，真的平衡，所以有时候不能一心向善，要有 something evil， 要上点对，某个程度上是要这样。但我觉得他刚刚讲一个东西很好，就是说他说重点是学习，因为我其实蛮认同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当你理解之后，真的你就不会 worry， 你也不会 anxious， 不会，不会，都不会，你就会觉得说，它就是这样。那当你认知到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时候，那你剩下只是在想说啊，我要怎么处理这个东西？就我刚刚说嘛，简单。当你做选择，为什么比较重要？其他的不重要。所以现在是我们公司的人，他们其中一个片单。斗争俱乐部骇客任务 Fight Club Matrix， 因为我也没有说这样你就不能进来，我是说你进来要看，我就大概调成论说这在讲什么，知道他在 Level A， 然后看懂到，对，我大概知道。那你有没有看到真正的重点跟问题点？对啊，因为我们人类社会很爱处理假议题，很爱，只为了大家觉得有做这个动作就好了。比如举例说，现在你看到什么？最近有什么事情？我就讲，我觉得是可以讲，我也一直很想讲，好好期的讲。台湾有在做垃圾回收啊，你们看过天下之前有一个追踪报道？我知道，为什么大家不谈？这假一点啊，便当盒本来就不能回收啊，对，上面是那个纸张跟塑胶这个组，根本每天在干嘛？根本没有人可以把它拆开来处理 ，exactly， 或是价钱太贵，根本没有人要做。Exactly， 但我每天在那边分类，然后洗我还洗嘞， Exactly， 然后把它回收，后来都全部都丢了。我之前最常做一个比喻，因为公务人员在台湾有什么冷气温度要26嘛，26在台湾夏天热死你，工作效率更差，然后常常骂人，然后被客诉，你觉得这样的成本有比较低吗？没有啊，而且你为什么没有顺着？你看现在12月，温室还热的要死，真的，温室效应增加，你怎么不知道它调到25度的冷度还是怎么样去进行呢？而且现在都是变频空调了，它是自我会调节这些事情了。我们很爱做假动作，真的对，而且如果真的要做，应该是从绿建筑那边去做。完全啊，真的是着手点。我们都知道建设是最耗全世界能源的一件事。像我们这一栋就是水泥墙嘛，对啊，超级无敌热。晚上那个白天吸热，吸完晚上完全不符合人类针对自然做的自然工法建筑。对，真的，真的。以前像我这次去日本出差，我到他们一个偏乡，它上面好像就有铺那种泥土的在上面，反正这就是以前学到我们这样。冬暖夏凉这样子，对，这功法一直都有，就是人类要 pick up 回来这些，所以我已经说了，所以你刚刚说讲到对啊，我们资源回收常在做假动作，所以我们公司只分2类啊，纯纸类跟塑胶再就垃圾，对啊，哪有那么多？我记得我们之前开餐厅，我就有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譬如说我们餐厅要买很多冰箱嘛，那冰箱的概念其实它就是冷气嘛。对啊，冰箱跟冷气是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那他就把冰箱里面弄冷，然后把热排到外面，排到外面呢，我们再用冷气把它弄冷，再把它排到外面。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全部弄一起，然后就排到外面？那排到外面有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排？对啊，就你仔细去想这些问题，你就会发现这很多事情都很荒谬。其实永续发展就是现在这词比较大家理解的时候，其实我们公司主要在做，其实都在跟你讲互补跟平衡，是所有人要去互补。我之前做比喻就是说，塑胶瓶大家看到说不环保，但我如果跟你说这是庇护工厂，就家暴妇女可以去的，2度就业妇女跟 disabled people 可以去工作的地方，你觉得好像没有那么 evil， 所以问题也不是塑胶，是塑胶有没有其他的制作用途跟使用用途？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无辜，而是我们人类使用的问题。对，或者我常在想，有一天如果这个塑胶回收之后，它可以变成。比如说燃油或者什么的 ，whatever， 它只要开发出来了，那塑胶是不是大家可以尽量用？是，所以它才是一个平衡。所以当然我们还是在追求，其实生态也是啊，都是追求平衡，不是大家都在模拟说，哪天人类都不在，地球自己会愈合所有事情，对啊。其实很多人从小我们在学课本就说臭氧层在有破洞嘛，那很多人都不知道疫情前就在愈合了。那原因是以臭氧层的破洞是里面有一个元素在冷气机里面不好，不然早就被禁用。所以当然持续慢慢愈合。那大家什么时候才开始谈？其实疫情就说什么飞机飞少了什么这些事情，因为政治太不正确了嘛。但这些事情我觉得人不要做假动作了。其实我们从小到大，至少我也做过假动作，这很明显。学生时代考试你错了，然后你得到一个分数80分，错4题，老师都会做检讨。有一些同学真的会听检讨修正，所以他进步。有一些像我
假听假懂，赛口赛我从来没好好学过，然后就每一次考这种赌的是死机，这是假动作啊！你永远不知道，你对了你也觉得中了，那你下次不对了不就错了？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是不是在做假动作了？对，我想只是为应付某些，确实是我们上一代教育制度的。可能一个 bug， 对，你女儿那天她不用，她没有假动作，没有假，她准备好，她想要，她就会想办法弄，对啊，多好，这对我来说不想要，她压根儿你怎么跟她讲，她都没有用，对啊，不然她假装念英文给你看啊，不是日文，她觉得多愿意。对，我刚刚本来要讲的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人就本身就不是生意人，对，所以你知道，在过去有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被迫要做一些假动作，对。那你能骗自己多久呢？对嘛，就是嘛，到底能骗自己多久？最终还是真实。对，不管是找到自己的真实的样貌存在这个世界，对，然后承认就是这样。对，然后你不用承认，你必须要跟大家证明跟承认，其实这就是这样。因为另外一边来对应你的人或事情，其实是他自己来对应你的，他也有他的课题要去面对，你不可能想所有人。你们上一集还几集不是因为我来，还是我做个功课看，就怕太久不见了，想说没礼貌，想说太熟就不做功课，没有偶尔滑一下，不可能讨好所有人嘛。对啊，你们那一集还讲讨厌，就有些人喜欢这节目，一定有人不喜欢嘛。对，对啊，是。当然，你是说你是跟你女儿说什么？我妈把我生下来不是为了对，本来就是啊。但我想这他妈政治太不正确，什么我妈又不是因为我妈的原因，所以我要讨好所有人。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我跟你讲，还是就是与其讨好所有人或适应所有人，还不如让这社会适应你比较快。真的，很多事情。那换个角度来讲，你怎么这听起来像个干话？你怎么让大家适应你？所以以前啊，我觉得要有实力。所以我刚刚不是说，我现在比较可以做自己，但这确实是一个你要底气，有钱你要底气，需要他能怎样？但我后来发觉那也是个假动作，因为那不是真的。你其实还是担心，因为只是那个某一个靠背让你在后面但有了这心智状态 ，I just don't care。就是don't care，那是真的，那是真的，钱真的不是最重要，你的 title， 你的家里 ，everything， 真的不是，钱只是某一个 component。对 ，Fight Club 其实也讲，你看我这几年到后来才懂，right？So what？ 对，我不怕你，那怎么办？对啊，你知道我们在做 podcast 的时候，OK， 其实我们今天走到今天这个地方，我说真的，很多人都来跟我们讲说，哦，你们最近真的红了，因为我刚刚来我就说知名场景，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因为分众市场，是我都是跟别人这样说的，我说不要说我们很红，因为现在是分众市场，只有需要我们的人才会听，找到自己共鸣的人，对。其他的其实在其他的领域里头，我们其实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谁，第二他们可能有一些人骂我们骂的要死，对，不喜欢的人不以为然不屑，对，就是不屑，多的是，真的多的是。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有的没的一定要讨好谁什么什么的，没有，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那的确，就是有人喜欢你，就一定会有人讨厌，一定要。我们不平衡嘛，对要平衡，对啊 ，balance 到最后还是 balance， 对，因为就不是 balance， 一定都是可怕的啦。对，如果大家都喜欢我，超爱你，每个人真的，但是我跟你讲，那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你那时候邀我反而不会上。我跟你讲，我有一年就去看那个江振成，那时候不是车展，没有江振成有一年那时候刚回来开 Rose 的时候，哇，有很多人就是骂的要死啊，然后但他也很红，超级红，所以有一部分人很爱，然后我那一年我们那时候开餐厅，我就说我明年的希望就是明年有很多人骂我，就是我会反向操作，我就说原来就是有很多人喜欢，通常都会有很多人骂，所以那我反过来说，我希望很多人骂我，我就一定应该很有机会。这社会很特别，我觉得好变态哦！那你理解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对那些负评，你会希望说，要不要多来一点，但那最好是吵到我上新闻，那
就会有很多我的就来了，世界就是这样啊，就跟前阵子那个北科大那个饭的事情一样嘛，就是台湾有一部分人就觉得这跟老板没关系啊，有一部分好多人开始分析了财务的这个店可以怎么赚钱的文章，这些什么都有，促进很多讨论对啊，真的，全部都是免费行销啊，现在的媒体广告流量很贵，对，娱乐圈好像一直都这样了，我不懂，不是娱乐圈，政治人物好像是这样，有时候我会开玩笑，我说应该他是绝对有做事啊，但我有时候就说，因为王世坚算比较娱乐的政治人物，大家都认识他。我说有时候我就问，那他有哪些法案有一起 push 啊？很多人也讲不出来，所以但他有声量嘛，其实也就一直可以到讲。但我相信他可能是一个好的问政的明代啦，只是我不知道啊，所以我不批评，我就是中立。那一定有人批评他嘛？对啊，那政治也这样，就反正你所以也会一定有很多人讨厌你，但一定很多人会拥簇你。真的哎，当有人讨厌你的时候，就一定有一群人拥簇你。所以对啊，所以当这样的时候，你就很容易释怀了嘛。对啊，反正我再烂，可能也有一半或1/3。对啊，那这件事情我觉得确实是蛮重要的。对啊，那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要像大人的社会呢？因为那是基本这个社会的一个运作嘛。比如说 Batman 再怎么不鸟所有人，他觉得我就有钱啊，然后看他参加那些晚宴那些什么，他该好好的车，该穿 taxi 都穿了。为什么？因为社会还是有一点讲，因为为什么每个人要承受你的拽，因为他们会说这是拽，所以对人家来讲，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还是要像个人，然后在外面大人社会很讲，那是对很多中立的人的尊重，因为他不需要去体验这些事情，所以我在讲，今天上午我是资本主义者，所以你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两边不好。但一路到晚上 party 的时候，我们都是无政府主义的时候，那我们两个到底是好朋友，还是我们是啥？所以我们上午是敌人，下午是模糊关系，晚上是麻吉，我不行，我一定可以啊，我不行，可以，对啊，这没有冲突嘛，一个人本来就大家都可以接受很多身份啊，你们两个是 podcast 主，是我朋友，但也是你们女儿的爸妈，对吧？所以这事情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比如说你女儿的朋友的家长可能身为爸妈，他超讨厌你们，对，可他其实一直在听你们 podcast， 他一直不知道，因为他可能没有好好看过照片，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我刚刚觉得你讲一个东西很不错，就是这是对中立的人的一种尊重，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是当你如果连中间的人都开始觉得你他妈的很拽的时候，哇，那你就危险了，就危险了。对，绝对，因为我们在每一个事情都有人是轮流到中间的时候，因为不是每个事情我们都评论或我们懂或是干嘛的，对，所以你不知道在什么状态下会遇到这个状况，对，那你干嘛随时去批评或者展现你？那就基本上就只是那叫什么反政府主义啊，或是反社会主义啊，或是就是你只是要呈现你的厉害嘛，还是你要干嘛？但所以不需要，对啊，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有时真的是尊重，对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啊，你不是很多事情不 care， 你嘴巴这样讲，我看你还是 care 很多事啊。但没有你要看是什么事嘛，因为有些是为了尊重，没必要所有的社会的人都去干嘛去进行这件事情，对吧？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还是要在意别人讲说啊，你不是很 不 care 很多事，怎么还这样？那句话都不用回，因为你真的不在意的人，基本上也不会回。我们要在做的每一件事情，真的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在说啊，而且他人说我 OK 啦，这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尊重大部分人的想法，那很尊重，坦白讲。你觉得你这几年呢？你有觉得你世故了吗？还是你觉得你还是原来的你啊？我觉得小时候就是到现在，当然一定会完全的社会化这件事情，是跑不掉的。因为就是尤其我是高度需要跟这个社会互动的职业，对吧？自己开公司，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多少小时候就世故哦，尤其在这个社会，你女儿她小时候就认识，我说她多早熟啊，什么我早熟，她才早熟，不是这样讲。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会说啊，他什么几岁后才长大才看，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没有，每个人有自己对自己世故的方式。我们现在对世故的理解就是大人的世界的判断嘛，就是看破也不说破，讲这种事情。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处理方式。所以我坦白讲，我一直对世故的理解是，也不可能就一件事啊。非常多我的朋友，我觉得他们在念书的时候，针对课程
真的书本，蛮世故的，所以成绩很好。可他们在社团还好，但我很多朋友就是成绩很烂，可他在社团很世故，我有看到。可是所以每个人我觉得他有他自己世故，所以在过程中会慢慢拼凑某一种说大人的世故。所以我觉得你让我拼凑，我觉得一定有。可是这件事情还是回到今天刚刚讲第三个，就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你世故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到后来你还是会放宽自己心中，觉得我就做我自己一部分，好像也没有不行。可是我觉得啊，你知道吗？我每一年就可能我们是1-2年见一次面，1年见一次面之类的这种。但是我每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个很妙的感触，而且有时候在看你 FB 的动态，有时候都觉得你世故了，可是你又会把你自己拉回来那个很单纯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这都并存了，也不是大家都说每个男孩心中很多人其实并不是会拉回来的。有人活着有时候一定会有一盲点，一定，对，我觉得我也有，对，然后他就会往那个很世故的方向去。那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他就你知道就过去了，他就不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不知道你是有意识还是你是有些我不知道，但是你都会拉回来耶。我个人我不敢讲，我真的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这是第一次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因为你认识我够久，所以我们才可以有这个讨论。我刚刚讲嘛，书、电影、音乐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这3件事情是可以贯穿年的时间的。我小时候看这本书，我会有一定都要有一个记忆点，或电影或音乐，所以到我现在这个年纪，会经历一些事情再看。一定会有一些感觉，是，所以有一些平衡感，我觉得拉回。我忽然想到这件事情，对啊，不然很妙。我刚才在聊 Before Sunrise， 对吧？这一部电影贯穿了我的成长路径嘛，对，它出来差不多就是我成长路径的时候，所以看它就一直，其实6月16我都记得要 po， 似乎可以用一个方式去讲说，因为他刚刚讲说，电影、书跟音乐嘛，那在我们小时候，我们看这些电影跟书跟音乐，我们会有很大的触动，很大，然后它会变成我们的记忆，然后留存在我们记忆的某一块里。对。但是你长大了之后，你短时间内你不会再去想这件事情，但直到你再大一点的时候，你忽然有一天忽然想到，或者再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你再回去想当年的你听到这个音乐，然后你当年，比如说你当时在做什么，在干什么恋爱，对，然后你就忽然那个回忆都记起来之后，然后你就会想说，那你现在跟那时候又很不一样的时候，哇，那个整个的东西，你就会回去去思考说，你是怎么从那里走到这里的？那你现在跟那里时候又是有什么不一样？那有哪些是一样的？你就会把它再稍微留你喜欢的地方就会留下来。那它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参考的这个指标点，因为那个年代的音乐会一直停留在那个年代，跟你的人生当年的记忆、青涩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就停留在那个时间点。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会珍惜的人。True，就是要看，我真的要看。那其他时候对于珍惜的定义其他时候也很一样。很多人对珍惜的定义是有没有珍惜一段感情啊？有没有珍惜你得到的这些物品？但我知道你在讲我哪一部分，因为我个人一直都觉得听也是这样的人，就是我觉得那个珍惜是你真的被触动到的那个 moment 的事情，你不会随便的说它不存在，而不是一般我们对于物品、对于什么感情、对这些珍惜，而是你是自己知道你发自内心，好，这件事情构成了我们。我应该更准确一点的说，就是说，其实以某种程度上很深层的，他其实真的是一个，不知道，每次看到他，我都觉得他其实是很懂得珍惜的人。可是，人会成长嘛，因为你其实是一个学习的人。对，对，你是一个学习的人，所以你其实是一直在往前走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你更珍惜是可以跟你一起往前走的人，而且可以跟你走很长一段路的那种人。其实我们有一阵子不是在思考说，为什么我们都不喜欢跟人有浅层的连结？对对，你们以前就跟我讲过，我们很久以前就说，我们出去吃饭，我们不喜欢唱歌。你们很久就跟我讲过，对，为什么
没办法超过6个人。为什么我们跟人不喜欢有浅层的连结？是因为我们希望跟人有深度的连结。那什么叫深度连结？就是我用我的底层逻辑跟你的底层逻辑来做沟通。对。那一旦我们的底层逻辑是有办法连结，而且我们有感到相似性或者温暖或是舒服的，这个东西它可以延续非常久。对，就算我现在长大了，我变化了，但我还是会记得我们当年在那个底层的地方，而且底层的逻辑是不太会变，不在对，那个是真实的，这个就会是，譬如说，这才是我们珍惜。对啊，譬如说善良或者某一些价值观，那个是不会变的，但剩下的东西都可以变，因为长大都其他东西都演得出来，对，都可以假动作的出来，对那件事情就好像可能我为什么会约你，就是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哇，我现在可能需要某种程度上的 input。你看起来，对，就是你我们要跟成功人士学习。没有，有些时候其实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在精神上面你是会有一些 input，然后你会有一些你知道那种就真正的对话，对，真正的对话，然后那些底层逻辑上面的沟通跟交流，你就会有一种 input， 你不知道为什么疗愈感了。我是真的很年轻的时候，你们那时候很年轻啊，是你们不要一直就讲我很年轻的时候。然后就像你刚刚讲，因为这几年大家各自忙，主要是我也很忙，然后对啊，我们大概1-2年或1年见一次吧。我们从来没有觉得1-2年没见，那个距离感很远或熟悉感，真的对吧？真的，这是也多久没见？对啊，几个礼拜前问我说，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今天下午，对啊，我今天下午才来跟他讲一件事，就是如果你能够在一个场合感觉到你跟这个人的连结了之后啊，你就算10年不见这个人，你10年后看到他的时候，真的，你还是会觉得这个人很熟悉，真的，这个很妙，真的很妙。我今天下午才讲这件事，而且你见到他，每一次见到他，你绝对是开心的，对，肯定开心。现在人家我们很久没见，然后在一个 party 遇到，然后我们3个有，然后不用，可能当天也没机会聊到天，对，就又完就结束了。好像又了那个时候，我懂你，你懂我，就这样，对，就走。那个真的是真的蛮感人，就是很少见，很少见。那个叫做 feel connected， 真的超级。如果比如说你办一个 party，然后我们就。你也知道我在那边 social， 对，然后出席，然后就你看到我了吗？你看到我了没？看到我，然后可以走，有吗？真的，差不多就这样。这个很值得珍，这个就是我们珍惜的事情。对啊，非常。可是这是同步运转。你刚刚在讲那个，所以以前蛮有年轻的时候很爱quote的那些那个知名哲学家的文字。那记得沙特有出一个人，他说：“对，不要追随我，因为朋友我可能不会带领你。”那你也不要让我跟，因为我不会跟随，就在旁边成为我的朋友嘛。对，right？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用在亲情，用在兄弟情，你朋友当然是，感情其实都是，很多的落差都是在这时候产生了。我觉得，但人与人关系有时候最傻逼戏，就是最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办法用同类似的步调往前进。对啊，因为人都会想要往前进。对啊。但有时候你走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发现，别人就没跟上，或者离太远。所以也有些我的朋友，我是认识几乎是一辈子，好，他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现在生活的人。对，就我小时候有一个朋友，他也是独生子，他爸妈跟我妈妈是好朋友，两边父母都已经有点不一样了。然后他现在也在英国念完书当医生，他基本上跟我，你看到说，你说就是他真的竟然是你的挚友，一辈子挚友，对。但我们就是也很久，我们常常是2-3年见一次，但每一次见大概就是在彼此爸妈家过年聊，我们也没有锻炼过。就今天谁敢对他怎样嘛，我也是跟他拼下去的那种感觉。我也知道他会对我做一样的事情，可我跟他是完全不一样。我是怎么样，你说另外一面就是他的样子，真的。我们共同点可能是我们现在都微胖了，但东西就不一样。像你们，因为你们本来也是成长型的人啊，所以我们永远都可以很多话题聊，因为大家久久没见，那个火锅料理嘛料不完了，太多锅是可以下锅，水永远不会烧干，都有新的料。最近又发现一个新的蛋饺，那颗坦白讲很奇怪，就很多事情，我觉得是握过一次手，讲了2句话，你大概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对，那
这种感觉有趣，因为可能我跟你们是可以击掌的人，所以你们又是更不骗自己交朋友的人，所以坦白讲，真的硬要讲一点，我觉得分成有灵魂没灵魂的人，虽然这样讲很怪，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灵魂，只是硬要分就是有灵魂没灵魂，就是有灵魂没灵魂，硬要分比较白话文讲，就是愿意有想法跟没想法的人，大概就跟 Matrix 骇客任务一样。所以骇客任务跟我们讲什么？觉醒的人类跟还在电脑世界的人类，对吧？可是你之后在拍后几集，发现那些觉醒的人类还真以为他们觉醒了，其实还是在那个路里面。就像我们这些，我们是以为很棒、酷、很有趣，自以为很厉害的。我们可能最后是在那个路里面。我们后面还是有经验的，没有问题。真的，这就分这样，所以是不同的体验而已。不同的人之内，我不觉得，我以前真的会觉得公务员无聊嘛，那什么一般人在追那些 Hermes 炫耀包的人通俗这样。后来发现没有，那是他的人生故事的路径，不代表不对。他就是在电影里面演这个角色，我看起来以为自己是主角，我在另外一部电影可能看起来像个就是配角人，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就会，但你的电影里，你一定要当主角。对，我在看我自己的，我当然看我自己主角，我就不叫旁边配角的人嘛。对啊。所以很有趣啊！你记得那个sorry，我常常拿电影还是做比喻，而且希望是大家都看过，像超人在拍超人视角的时候，他就是啪啪啪，好像救了人类，很棒。所以后来班汉弗雷克不是去演 Batman 的那个的角色，他演 Batman 的时候是他的场景是另外一个，他的视角在看超人，好像伤了多少人类，所以他不爽那个超人。对，同一个人就是一样的事情，对啊。所以后来就觉得，所以才一直在讲。2+2=5 OK 啦，就是没有问题。所以你是超人还是 Batman？ 没有，我跟你讲，我绝对永远只是 Batman。我的人生经历会年轻嘛，我没有哥哥嘛，也没有姐姐，我跟 cousin 们也不是特别的熟悉，基本上我没有什么 idol 可以让我在接近的年龄去向往。这个书跟电影绝对有影响我个人价值观很大一部分，乱配乱投射。Batman 知道他是独生子，我就乱投射去这件事情，对啊。然后看村上春树，男主角刚好又是独生子，大部分都乱投射，造成感情生活的价值观里当然这样很便宜，我这样很便宜洗澡都可以怪罪给这，但我真心认为这些价值观怪罪村上春树，真的，我跟你讲，我对于跑车的理解的型号，就你看我买的真的像我买的样貌，就是 James Bond 教我的，就是要这样的，大部分都银色。我其实那台没有看过，就是银色，所以基本上绝对有。我后来我很欣赏 James Bond， 我其实他的角色设定就是一个间谍，基本上随时会死亡，他每一刻都是最后一刻，所以他才会穿很好的西装，戴很好的表，做很好发电。我有时候就看那个跑车就这样碰掉，好可惜，对不对？都只有几秒嘛，对不对？常常在他的设定，这不可惜就撞掉了，因为我下一秒可能死了，所以这些都不用留。那这些东西的价值观其实影响完，就是我刚刚在讲，现在很重要，你现在这一秒的体验有时候就是永恒的真正的体验，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多少有影响到我。所以之前我有相对欣赏，我当然还不认识，欣赏的一个日本企业家叫前泽友作，他是 ZooTown 的创办人，他就是第一个日本人上 SpaceX， 其实他也是第一个，他要带6个艺术家上去太空要做创作什么，很有趣。他里面之前采访有一段话我刚好看到，他说像我从小就赚100块就是花100块，很多人都觉得赚100块要留50块花50块，那种人永远不懂花100块是什么感觉，你就不会有动力想要花500块花1000块，不是钱的问题，是体验的问题。很有趣。那你有 motivation 去赚更多的钱？对啊，其实我常常在讲，比如说半退休这件事情，就可能几年前有些资金可能我不要乱花也够了，就是可能可以这样。很多人也是有钱人他可以中乐透20亿，他可以环游世界。可是相信我们今天去看同一个古迹有不一样的理解。我们坐在餐厅，我知道 Hendrix 是哪一个琴酒是什么意思，我知道 Cavalan 就因为台湾人只知道是什么，那个不一定所以他的体验他以为跟我一样嘛，完全不一样。像我上礼拜还在福冈，我去一个很冷门的偏乡叫巴女士，然后去了之后，因为真的蛮无聊的一个城镇，就试图从中找有趣的事情。我就问其中一个我们去吃饭的
那个店员，一个女生，就是阿姨啦，其实她是老板娘。为什么会来这？她就说，因为她老公是卖古家具的，然后因为巴女士是有名在古城这样的感觉，所以她想来这边卖那个选品店这些东西。就后来因为租太大块的地了，她不知道怎么办，她就开始养鸭，然后就学会养鸭，所以他们才开鸭肉锅这个店在那边那么有名。所以我知道这段故事，跟一般的观光客只知道这个鸭肉店很有趣，那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都可以去一个派对，你都可以买一台法拉利，但你拥有对它的理解知识跟历史背景跟你人生经验不一样，那是不一样。所以我现在追求这个。所以对我来讲，我今天抱持着知识跟资讯去环游世界，跟只是我很有钱我去环游世界是不一样。这一点对我来讲最重要。对啊，那是无限可以增加下去。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就是我觉得那个体验啊，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因为你越体验越多，你绝对，人们会讲说绝对就是越谦卑啦。其实不是，这是因为你看多了，你话就少了。因为就是这些事情都有啊，真的大家偶尔要用不同视角看不同事情。我有时候真的，我在台北会故意去住一下饭店，然后转换心情。我很常做，其实台北饭店我都住，所以我觉得哇，台北现在真的不知道国外的朋友来，我不知道推荐哪一间。就是我有时候会去住，然后让自己这样说，就是脑子转换一下，你看的视角不一样，因为你不是从你家出来的嘛，你是从饭店出来的嘛，从一个饭店外国人的感觉，对。有时候我会这样做，因为你需要不同视角看这个城市。完全，我很常在做这件事，完全同意。其实我们前一阵子常聊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看社会上有很多人在评论一件事，然后都在吵架，对不对？大家都在吵架，可是你去看他们吵架的内容啊，都所有的东西都混合在一起，信仰、事实、观点，绝对。到底在吵什么？看不懂。真的都混在一起啊，全部都混在一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要把一件事情分清楚理清很累，每个人都不想这么累，没时间。我是法律系毕业的嘛，我永远记得大一的时候，所以台湾是所谓大陆法系，所以我们是有法条的，所以它的结构会跟很多地方不一样，可是就很有逻辑。像第一次我上民法课，他跟我说，我去 7 买东西啊，是有3个法律行为，去 7 买2个债权行为，1个债权行为，2个物权行为。我一开始觉得哪那么难呢？我就买一个东西。他说，因为我去买，把钱交给他，钱是一个一个物权，所以这是物权行为。他把物品饮料交给我，是一个物权行为。我们的契约就是那张发票，一个债权行为，它是拆开，所以这3个是可以把它拆解清楚。所以你给他的钱是假钞，是这一段的物权行为问题，并不是整个交易问题。他的饮料给你是过期或有问题，是这一段的问题。发票印错、印坏、印错日期是那一段的问题。这3件事情不一定是混为一谈，但你刚说他们都混为一谈，一个小动作其实都可以博大精深啊！对啊，博大精深啊！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真的理解很久，到底在讲什么？真的，我就看不懂，大家都就是买个饮料而已。对，所以我每次在看的时候，这时候还是要拿出那张卡，2+2=5 OK 啦。但这个很有趣是。你有需要把买饮料这件事情去对大多数人来讲去理解到它是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吗？其实对大多数人来，对法律要来就是理解，但对大多数人来讲，他没有那个动力去理解到这么深入，也很累。对，而且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他们要念法律系嘛。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大多数人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在乎的事情你并不在乎嘛，所以我才有。看透那一句还是那2+5 OK 了，对啊，算出来，对啊，可以。你重新跟我递，前面的2都是3，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我自己在看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在乎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在乎这件事情。其实呢，还有一个问题，我后来理解，确实这是一个，后来把往后，因为这是维护我自己利益的在乎，所以我希望你在乎所以还是回到上一次在讲。真正自私的人才是最大爱，真正超级看起来大爱其实很自私，因为那个超级大爱，那个问号啊，为什么要那么大爱？
很多后面才倒退，反而过来是自私，所以他才会跟你讨论议题啊，不然跟你讨论议题干嘛？其实说真的，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管好，其实这世界不需要那么多议题。所以很多人就说我要改变早期啦，我知道现在年轻人应该是没有在讲这句话，说我要改变世界啊，我要干嘛干嘛，很多创业家有这样讲。小时候我都讲，我们3个人各改变自己一件事情，这个小社会就改变。我不是说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重要议题不需要去关注了，不是这样子，但而是你自己可以做一点事情。每一个人可以做一点什么小小的事情，其实就差不多了。其实很多不是常常有一个论述嘛，就说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件事情，我过去都认为人性本恶。坦白讲，因为我认为人类就跟动物一样要生存，所以那个恶是为了生存。可这时候我竟然没有继续探索，所以这几年我后来都觉得人性其实是本善，全世界所有人都本善。或者就是其实或者说偏零，没有色彩。为什么？你是为什么为了生存？一定是有你在意的事情还留在这个社会上，或者干嘛去进行。所以其实是中性的偏善一点点在这上面，因为你留念了一个状态，你有想保护，你有想珍惜，你有想干嘛刚刚说的那些词汇的事情。我们都会说哇，老虎吃了那个什么肉就好残忍。老虎也是为了生存，那我觉得人类也是啊。其实我们看很多的电影，他最近的刻画了那些大坏蛋，他不是都会常拍出他还有善良的一面嘛？就是现在人类进入到这个理解了。以前大坏蛋就大坏蛋到底，对，以前没有，以前坏蛋没有好人，对，好人好的一面，好人也没有坏的，对。但我真心认为是纯粹，因为生命就是为了存在跟延续，如果没有这个，我们爸妈也不会把我们生下来这件事情，所以我才说是偏善一点点的方向去进行。可是我们到底怎么成长变恶的，那是我们的问题，是这社会的问题造就。对我来讲，后面现在是我们的选择，完全是同意。这是我近期录 podcast 最常讲的一句话，选择责任归于个人。对，完全是我们想要做什么都是我们的，对，完全是我们选择。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是。同一个可能家庭也都不做家庭，双胞胎都有不一样的长大的结果。是，那是因为他们在过程中有一些小小细微的一些人生经验不同，构成不一样。所以这是选择的问题。当你选择怎么样去面对每一刻或者干嘛，对我来讲，你跟他说啊，那个责任是你自己扛吧。你也可以说我就是一个大坏蛋这样子，也没有不行啊。那你这个阶段选择什么？选择真的是平衡，因为我前面其实只管成长，对，那成长的平衡的另外一面，其实就是停下来，就是停。很多事情我就没有要故意看破看透了，我自认为看透了，但当知道看山还是山的时候，你也就知道不一定都看透了，对，因为你看山不是山的时候，你自认为会误会啊，我看透了，我看懂。但你那时候你可以理解到这些，表示你在过去在追求成长的时候，你有感受到它哪里不好吗？你会不小心把手段当目的啊？怎么说呢？我常常在讲，之前那个描述店那个真田先生有出一本书，里面写很好有一段比喻。他说人啊，很常不小心把目的跟手段搞混。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目标，大部分人没有，我人生要快乐，有钱我很快乐，这是其中一个手段，这是最常人用的手段，这个过程中，因为钱这个手段很累，不小心把它变成目标，那你就忘记真的目标，然后手段变目标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手段，你也不知道你在追什么，就你从此没手段就完了，没原则了。对啊，就为了要追求钱，对啊，真的追求到钱，你也不快乐了。对，没错，因为你忘了，我追求钱是为了快乐，而去把追求钱当成手段，然后做假动作了，就骗了自己啊，就很多事情在这上面。但有钱快乐吗？这就是回到我刚才在讲，成功人士有晚睡的啊，也有的话很有纪律啊，有些人也把钱用得很快乐。那虽然他一直都知道钱对他来讲是什么，有些人没有，我觉得他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就跟酒一样，我喝酒是为了快乐，那你如果喝酒都没快乐，那不要喝了。对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你刚刚讲的真的很好，就是那个把手段目标分清楚，要分清楚。绝大部分的人这件事情是搞不清楚的，大部分人是搞不清楚，所以才累。那这有可能也回应到你刚刚说，我会拉回以前的自己或者什么这些，对啊，因为你不要搞混嘛，就你要知道你在做这件事是为了什么事情嘛，那就
其实像对我来讲，我忽然对不起，还是想到《挪威森林》的《传说挪威森林》里面有一个人的角色，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想说，哇，这个共鸣性太高，不是主角。它里面有一个学长叫永泽，里面是一个蛮鸡掰的人。有一次男主角问他说：“哇，那么优秀，那么认真，做那么多事，他在追求什么？要成为一个怎样？”他说没有，他说他只是想在这个残酷的世界啊，试试自己的能耐可以走到哪。Exactly， 就我是把它当，他有说他就把它当一场游戏。For me is a game。那如果我把它当一场游戏，我在玩这个规则，我不敢说玩规则，在运用这个规则达到自己一些目标。那我 OK 啊，就是我去好好享受这些事情。所以其实一路大家都说要做好多事情啊，然后就一路这样。我从来没讲过，我人生是很想当律师的人，就一路这样子歪到现在，我没有预估过。其实就是在挑战一次一次的 game。对啊，这也是很大原因。我可能因为这样不太爱打真的 game， 这样子，是因为这 game 太好玩。因为你现实生活中的 game 就已经很刺激了，不需要再我也是真的蛮想，我们也要追求起来，就是试这个能耐可以怎么样。那当然过程中会有一些金币出现嘛，所以可以让我体验更多，那只是让我体验更多的手段。所以当我妈有时候知道说你现在要赚，你要省一点，我心里就会回到前者，我说啊。我赚100块就享受一下100块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而且这个金币就一直来，对，花掉啊！我不小心花超过，我就努力再赚回超过了20块嘛。我觉得你刚刚的概念很不错就是我很想要挑战一下，我的能耐可以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我的能耐到底要怎么，我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事情很有趣因为如果你用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多事情它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才说 I don't give a shit。我后来越来越 I don't give a shit， 其他人怎么样，有没有要讲我根本不知道，我就不听。因为我在试这件事情。那是我想要实验，那是真的，那是我目标，那不是这是这关你屁事！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我说真的，你去试一些，比如你去打电动，你去玩一个游戏，唯一可以得到快感的只有你啊，完全啊，因为是你在打那个电动，对啊，你知道，只有你才知道这个完全游戏有多难，没错，然后你才知道你打这个关都一直打不过，有多么的沮丧，然后最后破关的时候有多爽，对，这个只有你知道，那才是我追求。所以我碰很多产业也是这样，很多人说你干嘛做那么多啊？第一个缘分，就有时候事情真的是缘分。第二个我不排斥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学习来的，我也想知道很多事情啊。我以前对酒业的市场并没有那么熟，因缘机会我现在熟一点点。我对餐饮业以前并不熟，我现在略懂，我不敢说懂，但多学习一点都很好啊。你这边得到的技巧，在另外一边一直都是很少见的做法，拿去运用，哇，就很好玩。这也是一直我很想当律师的原因。一条一条的法条，忽然 A 法条叫 B 法条，可以产生 C 结论，这是化学元素，你什么化学经验啦？是明明是一类组的，哇，这太屌了！所以后来在开公司的时候是，忽然好像也不用被6法全书限制了。哇，那个游戏规则多了，就是你还记得那个 Player One，他不是在玩，他后来是倒退赢了嘛？对，记得那个什么，就是他 Player One 那个什么一级玩家在讲里面那个，他原本就一直要秒数要过，里面有各种话，忽然他想到创办人说他想要回到过去，现在决定倒退赢了这场游戏，完全不是人家的做法。像我们最近 A-Lab 大家都说啊是一个不动产租赁公司啊，做住宅啊去共享作业，没有，它不是。所以我们的投资人就想问我你们这样算分类分什么？这时候我就问，如果可以分类，这场游戏还要玩吗？大家都知道创新你一天到晚讲创新这时候你忽然要分类，我很难分它一直以来都是整体的是过去的世界跟我们讲分类比较简单一点点，所以我们决定做的分类。这样，你现在每一间公司也好，每一个产品也好，你跟我丢出来它算什么？我就拿 iPhone， 你要再讲它是手机，对，我们现在都讲它是手机，但你用 iPhone 来通话的时间，请问有比你做其他功能多吗？但因为只是我们现在方便，叫做 smartphone， 但不是啦。对，它已经不是手机了。Highball 是酒嘛？
还是饮料？它里面配比酒精很少酒精很少，这个都是气泡水，气泡水很多人类为了便宜行销，一天到晚又说要创新、要跨越啊，这时候你又要分类，就是人是很习惯挑一个舒服的角落去靠过去的地方，这是绝对的，所以就不愿意在这个残酷的世界实施自己能耐。但对我来讲，这是一样啊。为什么觉得每次跟有些人聊天都很有收获？真的是因为其实只是跟你们讲出共鸣的话。没有，不是共鸣，是因为你每次讲出来的话，我都觉得你有某一种扭曲现实的能力，让我感受到十分的钦佩。真的，我同意。这个事情的本质很有趣，是因为你没有受到这个社会大部分的框架所局限，完全没有。你一直在想办法创造，你才是那个框架。我跟你讲一件笑话啦，就是他每天周末都会发生。或者说出去，很多人想介绍朋友给我，准备要介绍 Justin 的时候，他这做讲不下来，他做很多，你自己解释。我每个礼拜都发生。我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喜欢跟你聊天，因为我们有一阵子出去，大家也是在介绍我们的时候，介绍不出。怎么讲？我说他们以前他们就会说他有开一间餐厅楼上是讲不出来，讲不出，楼下是讲不清楚，然后就是怎么讲他都讲不好，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对，然后他们就会说。那个，反正他们去就知道了，去就知道。他们厉害，他们厉害，很优秀，他们很有趣，就很有趣了。对，没头没尾都一样。对，没头没尾。以前我也会焦虑这件事情啊，我是不是要让人家 hashtag 上一下？对，他要把它定义，让人家容易一点，是不是？后来我有一天发觉，这样蛮好的，因为我讲什么都可以。我有时候因为投资酒吧，其实最简单，不要让现场尴尬。我有投资酒吧，你可以去喝一下这样子。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他们都觉得我是无所事事的人。我外面认识很多，真的，有时候夜间认识的朋友，忽然知道我是谁，知道白天来我公司办，哇，你这种办公室耶，哇，你真的行程很满，哇，你有秘书哎。OK。今天看到他，我忽然理解到一件事情，就这个世界分成两种人。提着定义，不是就一种人叫做你试着去符合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另外一种是创造游戏规则。我觉得他就是创造游戏规则的人。但我会讲，我是模拟器了，我是在游戏规则里面创造游戏规则，让他以为还在玩原本游戏，但他来玩我的游戏。今天既然做法就让周遭的竞争对手焦虑，就很简单。真的，天哪！等一下，你刚刚讲那个是什么？是天书吗？我要理解一下。这个叫戏中戏啊！哇塞，没错。对啊，哇塞！你记得 Inception 吗？他以为他醒了，他以为他没醒，做了一个噩梦，然后以为他醒了，结果他还在梦里面。你记得他一开始的时候要让那个日本人那个大老板，那他说这是我的梦，我来控制。另外一个跟他说抱歉，这不是你的梦，因为他让他以为。他就会焦虑了，是这样子的。跟你讲，我们不是有一阵在录节目的，我们都在聊说，你是你人生中最好的导演、编剧还是演员？演员，对，我觉得你是导演、编剧兼演员，你都是你耶！哇塞，那个后面那个 screener 扭曲现实出来，全部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对啊，真的，我们家大女儿是不是也是？对啊，我其实觉得你们家大人，难怪我刚才一见如故的感觉。这个很好，很有趣，是因为他有一个以现实社会的角度来看，他有一个 mind bending 的一个能力，就他可以把人家的脑袋弄坏，就 X 教授啊，对，他可以把周遭的人都弄到疯掉的那种状态，就觉得你到底在脑子又装了什么？如果以商业来讲，就是当他以为你在做 A 的时候，然后他跟上，你跟着做 B， 然后他跟上 B， 你做 C， 然后忽然他自己也做的 D 也很优秀，你忽然在做甲乙丙丁，他会疯掉，你知道吗？那你到底在干嘛？其实很多成功的企业，我不懂，因为不是里面的人，但我外观来看就这样 ，Apple 就这样，忽然做手机，Nokia 嘞，疯了，对啊，疯了，你在干嘛？对啊，你没办法定义我。其实我觉得只要能被定义，这样讲很玄啊，但我这几年理解，只要你能被定义啊，就很像，不是以前有些巫术，只要鬼知道你的名字就完了，对吧？要被定义就完了，因为你会保护那个定义。这个概念很好。
Good，从此以后我可以摆脱这些东西，好爽哦！对，他就被下诅咒哦。如果你被定义了之后，你就会想要保护这个定义。对啊，因为鬼知道你的名字，他就抓得住你了嘛。对吧？难怪我超讨厌别人定义我。因为被定义有时候是别人行事懒散，他就是想要就这样啊，你就是这样的人，方便。我们刚刚在讲说，我们以为的我们自己，其实很多很多的人都在这里面，你知道吗？我们的以为我们的自己太多了，其实这个很难跳脱的出来，太难了，因为痛苦啊，没有人想痛苦。我人生快乐，我跟你想那么多干嘛？对啊，我想要成为的人，跟我以为的人，跟我真正的我。而且我有一阵有另外一个想象，是因为我觉得人太在意自己的时间有没有效率，他就会很急着在很短的时间内觉得他学这个东西就学到了一个点。但是其实对我来说，学习或者是解决问题，它是一个长时间持续的问题。你要培养你那个 skill， 它必须要你对这个问题要很认真的关注，一直想要找出它的答案，找出答案，然后或许你可以相对趋近于真实可能的解法。但是真正找到完全可以解决这件事情的能力，其实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那大部分的时间实际是没有这个耐性。没错。其实我觉得没办法，因为这我觉得跟工业革命之后开始人口大爆炸，所以才有工业革命。对，所以当时在追求，我们今天也一直有讲的一个词叫成长，经济要成长，什么东西成长。所以我小时候我记得我考80分，下一次我也考80分，那时候还是纯粹的我妈就要打我。我想说，不是跟上一次持平吗？我妈的怎么没进步啊？然后就对过了，怎么还是错80分了？对啊，但真的，这观念也构成现在其中我几间公司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现在人口还爆炸嘛。今年台湾你知道新生儿就13万人，人口就快很可怕，快要负成长了。那我们还要再追求成长吗？你看整个股票市场教我们。这间公司营业额没成长，那股价就掉了，好可怜。明明持平很优秀，对啊，EPS 都还好，对，好好的，那为什么？因为整个社会在过去100年都教我们要成长。可现在还适用吗？你看，成长是有 cost， 对，是有 cost， 它一体两面，它有 cost， 它有外部 cost， 它有超多外部 cost。持平又怎样？所谓的持平又怎样？然后我不重新定义成绩，我没有成绩啦，又怎么样？可是这个观念 ，sorry， 现在就是过渡期。对啊，我没有成绩，我就没有成长吗？对啊。我就没有成长，一定是你以前定义的成长数字嘛，对吧？所以很多人说要环保这些，那我就说，首先股票市场不要追求营业额成长，就会环保，就环保了。对啊，是真的，对啊，这你一直追求它都每年要我马儿好，马儿不吃草，真的是痛苦。所以这个过程一定会很让真正下一代的人，就我都会说，真正下一代是25以下的人做反转。对，真的他们会反转，因为企业现在在害人，你知道，以前的这些红萝卜啊，叫你这个马来吃的没有用，这红萝卜换了，对啊，所以他不得不让企业遇到现实面而去做转题，对啊。以前当然我们这些做企业主的时候，还是没人想啊，劳基法，宝贵们现在每个员工都跟你讲劳基法、劳工法，但你想一下。确实以前没有平衡这件事，那现在好平回来一些，那又有什么东西要让它重效回来呢？我们不是去抱怨，就一直讲一个事实的事情。那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下面有答案，就是这几年就是过渡期的期间，对，然后又碰到刚才一开始就讲疫情，这些转换、价值观的转换，新一代的受教育方式，我觉得。是蛮未知的啦，是未知。我们这些既得利益者，就已经成长到现在的人，其实是要紧张，要害怕，但其实应该保持蛮兴奋的，跟这些，因为这才好玩，这还是一个游戏嘛，就是这个游戏转换了。刚我们不是在讲事故吗？对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其实我有一阵子在理解年轻人的时候。我看到年轻人是为什么这么青涩，为什么这么莽撞？那我后来就可以理解到，其实年轻人是一个平衡老人、平衡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是因为
他们没那么世故，就是因为他的单纯，才可以把社会慢慢拉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没错，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我真的理解。甚至也到老的时候会开始，所以老少才可以平衡中间。但老的很重要，少的也非常重要。哦，所以我们现在是中间选，我们现在是最罪恶的一群人了。对啊，你可以投票就20到60、70岁吧，那我们现在在40几岁嘛。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没有问过你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吗？你年轻时候的理想是什么？然后你现在理想有变吗？我不知道大家，但我的成长路径以前是一定会向往一些各种事物的拼凑的一个样貌。OK， 所以你会去追求。那或是一个形象，或是一个什么都好，这很多都够起来。但我觉得理想是你要对社会讲的事情嘛，就我来理解，因为你自己跟自己讲只是自我愿望实践啦，愿望不一定是理想，因为理想是你已经想象一个地方，希望所有人有机会变这个样子，不然就只是愿望。理想对我来讲是有社会性意义的事情，不然就是个人。OK， 所以我先定义清楚，就是我有没有社会性意义的愿望版本？没有，从我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我坦白讲，因为我认为那样太自私了，真正的自私。你只是想把这水那独裁就好了，所以不要拿理想来去实践自人个人愿望，还要说这有社会性，因为你社会性只要一放进去，你就不应该有自我愿望在里面实现，所以从来不会有社会性愿望。对我来讲，所以理想的价值观在这上面是你一定想做，那你实践你自己就好。就像我说，我改变我，你也改变，你也改变，这社会可能就改变。所以是这一段而已。所以对我来讲没有理想，理想是漂亮词汇，我们来跟大家讲做生意的话，对我来讲。所以你真正的理想就是把你自己，我在做的事情就是我相信的事情，就是 live to the fullest。就我真的现在在公司很难讲出那种高昂的那种话，触动他们的心里，一起奋斗。因为我每次只要想，其实有部分是我个人愿望，而不是你们的。我触动你们，那是你们被我骗，还是这是直销？没有啦，开玩笑，直销。你懂，就是这会让我卡住。所以我讲我每次在训他们，还是难免会念。我说老人怎么不打？对，就表示你变老了，不用老。我在念，可以讲一半。我说，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就是一个这样废的人生，半途而逃 ，OK 啊。因为我都会补这些事，因为我要跟他们讲，确实这是自己的选择。你选择跟我，那你就理解这些事情，不然不要啊，你可以走啊。对，所以我骗不了自己去沟通那些理想的事情，我只会分享我的想法，然后我个人愿望跟你们讲是什么。但我不会强迫你们。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你可以这么狠？因为这种狠这蛮狠的，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是相对的比较，因为我真的很自私啊，稀缺的，因为我真的很自私啊，所以才有这个大爱啊，所以这跟善人讲没有变啊，我真的是偏自私的人，独生子一定自私啊，就是天生。我个人的经验是我这样认为。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自私是因为你真的很理解你自己想要什么？对啊，所以我只拿好我要的而已啊，其他我没有要管。对，所以你就可以，你知道你拿完了，所以对其他人讲你好狠啊，就不理了。可我讲我已经完成我的目标了，我还要干嘛？我的理解我也是这样，但我要听的。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其实我不知道所有的人怎么看有事人，但是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懂得珍惜的人而且真的是珍惜的人。我所谓的那个珍惜是什么？就好像他刚刚讲，我们刚刚在聊的有一段就是把自己当成人。你要珍惜你自己的天赋，没错，你要懂得你自己的天赋。因为你懂得你自己的天赋，我也珍惜你的天赋。我珍惜我自己的时间，相对的，我也珍惜你的时间。一切都是一个很对等的，就是那种从自己出发的。对，从自己出发，然后我很珍惜我自己的所有的一切，无论是天赋也好，时间也好，即便缺点，对，即便是缺点都好，什么都好，我很珍惜我自己的。我相对的，我也会珍惜你的。我其实觉得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这回到他们一开始在讲那个同理心啊，我觉得人怎么样可以有同理心？就你很理解自己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人是有欲望的，人是有缺点的，因为我就有嘛。对，所以我相信你也有嘛。所以我看到你的缺点的时候，我会说啊，其实也没关系，没事，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不过就是这样而已。每一个新进员工，我都会说。
你就跟我讲你想在公司得到什么，他就说帮公司怎么样想得，不，你跟我讲你到底想得到什么。我们的目标就是一起在这，你仅仅存在我公司2到5年时间来得到这件事情。有机会你就继续留，没有你离开这公司，绝对的我公司也不会有抱怨。所以我后来知道这一个，我后面几年公司我都是这样，然后我都会送一本书啊，里面都会写欢迎加入我们。那加入我们其实就是为了离开我们，你那一天你会知道你自己要什么或不要什么。Good luck， 这样就好延续我们前几年聊的，就是你最自私的人，其实是最有大爱的，绝对，没有人看懂这件事。到今天，我觉得大家也是看不懂。然后你很多人都觉得啊，他好棒啊，大家怎样，我都不会讲说，我就看透这个人了，这个人就不是这样子的事情，对啊，因为你会拿社会性的东西来包装自己，对，不拿社会性的事最不包装自己。我突然间有个感触，真正成功的人是懂得人性的人。我不敢讲我懂了，但应该这也是其实我唯一的能力啊，专业能力。如果硬要讲专业能力啊，说真的，我跟公司讲，我没专业能力啊。后来最常比如说，我就 Excel 所有能力啊，就是猜得到，因为你们干过烂事，我都干过了，真的要干过一次。所以我后来还是对不起，就一直拿这个比喻，就 Batman 的角色设定是他去外面学一堆烂事过，然后去痛苦过去。他才可以知道一些事情，他才有资格讲，不然我都说你有资格吗？这样对啊，你真的创业过吗？我就这样讲，对、啊，你经历过那个创业的痛苦，完全对啊，真的很痛苦啊！我已经痛苦到不知道怎么写下来，你知道吗？因为太多细节的事情，而且我那个年代多少的知识、资讯跟价值观，我那个年代毕业生都马要去大企业，都马要好好考律师执照、会计师事务所。才几年，其实这社会变化已经很大了，真的很大。那你说我当时选对了选择吗？也没有，我只能说某种程度我爸妈狠，加上他某一种溺爱，才造就了今天。所以这就是我的人生，我也没办法重新复制。所以我有时候很少分享我创业的经验或开公司什么这种非常社会贤达的想法。因为妈，我就不是啊，就是过程中你要怎么复制我的人生一次，实在是因为你又不是我，你又不是我，对啊，对，不太可能，所以我不太敢分享。但价值观我原因啊，就是分享一个价值观。但很多人会因为把这个工具，就成功这个是可以当工具拿来用啊，这个是误人子弟，真的。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大部分时间都在分享一些观点，你怎么看这个世界？因为这世界都没观点了。很常大家就是偷人家观点，然后就说是自己，对吧？对，其实然后我们分享了，我们必须要讲，我们分享也不过就是我们的观点，真的。你不要把它当成不行大妈标准答案，然后我们有可能一样是回圈里面的人，对，假装醒的人，还是在里面没有我们的观点不过就是他妈的，我们喝完酒在那边干搞的一个东西而已啊。就像那个他每天在讲说，我最近很胖，然后我要减肥，然后就开包洋芋片然后吃。然后我说，那你刚不是讲说要减肥吗？没有，我现在就想吃吧。不就是这样吗？你活的意义不就是吃一包洋芋片吗？对有些人聊天就是爽快啊！我们频率太像了，我们一见如故哎。我们两个应该是属于就商业世界的逻辑里面算是很不成熟跟很幼稚的人。我认为有一件事的可能性，我认识你们是很善良的人，真的你们是，我们是就是太善良的人。会同时顾及太多事情啊，在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是这个游戏规则是不适用的啊，对啊，理解，完全不适用，对啊，所以那个狠就不够狠。但我看着我不知道，有一些成功的商业人士，他们好像就是都蛮有大爱的，但我不知道是他们成功之后开始有。就是就是忽然有社会关怀了，对，还是他们这样一直是我真的不知道，但我也只能说这是我的路径而已。就是我不要有自己跟自己都过不去的点，我就好了。你过得去我就过了，我为什么要 care 那么多？其实我不去查在说，像尼采，其实在死前有最后一套理论，完了政治不正确到底，所以没什么人愿意分享，他蛮有名的，就超人说，我知道，我也看了。他的超人说不是真 Superman， 他是 Overman， 就是台湾翻译叫超，德文是翻 Overman。他说这个社会分成 Overman 跟一般人，一般人就是要跟着 Overman 走，社会才会到下个阶段，我们进化。对，所以这社会是天生分这两种。
什么道德啊，不要劈腿啊，什么这种所有的这些事情，完完全全是弱者给强者的枷锁。所以宗教是这样产生，因为他没有其他能力反抗你，他就说你这样不对，所以他来讲你。但强者就应该没有道德，你听起来不太对，因为我们现在太懂道德的意思。但你只要细想，道德如果只是一个对集体意识一个武器，所以他这个武器就叫做 ABC 就好了。强者不要理 ABC， 这才有办法做他做的事情。然后弱者要跟着强者进行下一步，所以他分析了这一套，然后就死掉了。其实我跟你讲，超级政治不正确，超级政治不正确。但你仔细去想，好像又有点道理。那你到底是要这个非常有道德，还是你要去挑战这个道德？我有时候都在想这件事情，就是人都没有在关注自己的欲望，或是不愿意面对，然后就把东西怪罪其他人，或是去骂别人。那其实他骂别人的那个点都是他自己很想做不到的，里面有一个很自私的原因在。对啊，对，大部分都是自己做不到才去骂别人。你觉得？然后你为什么不？因为很怎样？为什么不要？其实是我很想要做你，我好羡慕你。他那个背后的逻辑是因为我好羡慕。是啊，但他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因为太不好看了。太难堪对自己来讲，对啊，所以说实在话，现在年轻世代，我不一定觉得他们没有开始这观念了，我觉得是有，对啊，所以你会开始有些年轻世代家长们会骂，我们可能会看，你怎么喜欢这种角色的人？你怎么会喜欢这种观？你怎么会想要这个？其实慢慢的都是有一点讲，我举 Elon Musk， 以他自传性来讲好了。可能算道德偏差的人，是他绝对是，对啊，那是一半的人讨厌的嘛，一半人讨厌。可是他确实，我们人类多久没有看星星了？我们人类多久没有？确实这件事也让我回想，小时候我们还没出生前，不是都可以登月球？我们到底现在都登什么？所以他有在走下一个进步的嘛？因为就探索星空这件事情。你换一个角度来看，他其实超级单纯的，他的目标就是这个呀，没有其他了。好，他认为有人去分析，当然我觉得搞不好是后话去用，但有可能是 Elon Musk 潜意识一直在做。我等一下跟你分享为什么有可能是潜意识。他说他要做 Tesla， 他要做那 Boring Company， 他要做一个什么人类晶片里面跟所谓的太空事情，是他觉得现在在地球已经变竞合游戏了，赛局了，无赛局就会赢了，所以要开创这件事，他的目标都在做的，所以电动车什么才创，但我觉得那是人家吹捧他、向往他的人去掰出的一套，他是这样做。可是确实他潜意识有。其实我真的想过这件事情。我一路刚好创业以来，大部分的项目或几乎所有项目，都跟台湾超爱讲共享有关，几乎所有。对 ，I don't know why， 但我认为潜意识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一直以来从小到大都是独生子。也都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住很久，你也知道我非常年轻，我就自己住在外面。你很想要跟人家分享，也许，或者我很想一个公共区，我也想一个公共什么去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也永远可能不会知道。但我觉得人的潜意识绝对在人生经验的某一个时间点之前，每个人时间点应该不一样，会锁定这个东西的潜意识，会一直让你走一些事情下去。但你要，这件事情就是人类讲使命。但你要理解到这件事非常困难，真的不容易，超难的，超难。但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人真的是 coding 出来的某一种模拟器，应该都有被输入某一种指令，有那个叫使命，有。我觉得那个你到一个年纪之后，你会感觉，那个真的是说悬一点，就是你会感受到感召啊，就是你知道，就是 calling， 真的完全以基督教的角度来讲是 calling， 就你会感觉到这个世界对你的回应。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理所当然就是这样，你自己会特别开心，然后这个社会也特别能够接受。对，我真心有觉得这样的一个命题存在。所以有一些人硬做了他不喜欢的工作，这工作可能任何特色都跟他使命没关，痛苦。那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目前的使命是什么？就跟大家讲，不用管游戏规则。我最常这样洗脑我们公司的人，你怎么想到这个？你就可以怎么样啊？这样他们说哦，对啊，你不要管游戏规则，然后你念法律了，你就这样对吗？ That's the whole point. You have to play the game. You have to know the game. 所以
大家不是在开玩笑说，你真的要有能力可以改变一套游戏规则，你要就是那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所以我一定是先做到这样的，我了解之后才去做其他事情，才有办法突破啊。我对公务人员最大的理解是我在当兵替代役的时候，那是我人生最接近公家机关的时候。但那时候我就说，原来公家机关的框架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当后来我们公司跟公家，我也知道可以怎么跟他们合作就好了，对吧？那这件事情就会让你心里蛮平静的，因为以前觉得人生好不公平你也知道人生就是不公平，可是后来你搞懂，因为这个游戏规则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游戏规则这样做不是不公平，是视角问题。你从上面看，他在前面，我在后面，但你从侧面看，他又好像没在那么前面，因为那距离就这么近。然后你再从底下看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了，那哪有什么前后的问题？所以你只要多方那个游戏视角绕一圈，你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你就说我往后开我就赢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就是要放开自己的心胸在这件事情。其实我有人有问过我，就是难免有时候心情会有 up and down 的时候。对啊，所以我最常做的其中有一个非常马上见效的动作，是晚上的时候，天气不要太差，我往天空看，你看个30分钟看看，因为你可以看到星星，你一定看到月亮，一定看到天空，他就开始乱想，这星星好远啊，什么，一定想要宇宙这些，一定会。然后因为以前你多少都看过一些什么科幻片什么，所以你很快的可以 I'm really shit here in this world， 我只是一个什么 shit things， 你到底这个烦恼有怎样吗？就是没有啊。所以当你这个烦恼，当你知道也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很快的可以找出说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忘记一个东西要给人家了，然后这是很重要的礼物我没有给到，可是你觉得说幸好我昨天喝醉没有在外面乱讲话，你觉得还好嘛？就是每一个礼物没给我，再想办法处理啊。对啊，你就比较自在了。因为我想人真的往太空看，你就知道我们即便现在讨论这些话题超无聊，因为太空中有非常多对啊位置啊，真的。对，因为我们不好往地底可能看不到，跟水可能天空看那无限，基本上你就觉得。真的，这世界上大概只有你跟你今天互动的不开心的人在意这件事情，剩下80亿人口，我应该不是很在意这件事情。对，你想通这件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件事情根本不重要。然后就洗个澡，刷个牙，看一部笑片，睡觉就好了，那么难？就是一般就钻牛角尖，都是因为对自己很焦虑，对自己很没有安全感。你对自己没有很安全感，很简单，因为你火锅的料太少，水要烧干了嘛，所以在那个茶壶会叫了嘛，所以你就是一直放料，就是要干嘛？就是多跟人聊天学到东西，像千杯聊你就学到更多，然后看书、看电影、听音乐，真的就是加点料，一定要加料，不然因为你不加料，然后或者每次都加同种料，你要干嘛？就是你这样不是浪费你是人类这件事情吗？我觉得跟有些人聊天最有趣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就他会讲很多政治不正确的话，但你又觉得他超级实际，然后同时间他又把他所有讲的很绝对的话，最后还留一点余地。我操，他妈的，这没有绝对，这完全是一个辩护律师该有的角色，就是你他妈没有任何可以攻击的点我操，久，开心。